大二频道一大集，宝啊又出事儿了啊！出了什么事儿啊？韩国空军的事儿。5月30日，韩国 MBC 集中报道了某部队的性猥亵事件，因为之后有组织的隐瞒和包庇加害者，孤立受害者，最终导致受害者留下一段视频后选择离开人世。媒体曝光青瓦台联署文在寅表态，从这一套固定的3连流程下来之后就能知道事情闹得有多大。从这个事件背后呢，也会挖掘出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那我们先过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啊，下面把时间拉回到3月份。首先简单了解一下韩国的义务征兵制。根据韩国兵役法规定，韩国男性要在19岁接受兵役厅体检，20至28岁期间，根据体检等级和相关规定入伍。一般身体存在严重残疾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以及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可以免除兵役。最短的兵种也需要服役24个月。服役期间，训练和日常生活都非常艰苦，又是在自己最黄金的年龄去度过最闭塞的几年，所以我们通常会看到这种场景。然而，韩国女性是自愿参军，自然女性在军队内部的占比就很低很低，所以面对服兵役的韩国人，心情也是百感交集。但是韩国部队内部的丑闻屡见不鲜。2021年的这一次事件的发生算再一次把这个尖锐的话题摆到了大众面前。韩国空军第20战斗机联队成立于1996年12月，驻扎在韩国中清南道的瑞山市。2021年的3月初，部队里的一名女性中士李某被上司叫去谈话，他的上司卢准尉说其实也就是命令要求他去参加一次聚餐。其实李某对于参加这种活动是很不情愿的，可是他正好在那天是值夜班，所以用这个借口做了推辞。然而卢准尉说就算你当天是夜班，也要和别人替换一下必须去参加。那这就是有点强人所难了，因为这个部队此前爆发过新冠疫情的集体感染，所以被下了禁令，禁止参加4人以上的活动，包括聚餐，并且也下发了禁酒令但是这个上司卢准尉平时对自己经常施压、训斥和辱骂，完全就是让自己很痛苦的人。为了不去得罪这个直接上司只能是答应了这个要求。3月2日的晚上，李中士让别人代替自己值班，一行5人违反了部队的防疫规定，去参加了这场聚餐。到场后发现，原来是卢准尉朋友的新店开业，那李某就知道了原来这一次说是来聚餐，其实就是来给撑一下场子，让作为老板朋友的卢准尉也长点牌面你看我带了好几个下属一起来的嘛，倍儿有面子。不管怎样既来之则安之。酒桌上是推杯换盏，到这儿为止一切都还安好。一行人有说有笑，直到聚餐结束已经是很晚了。所有人都要回到部队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其中同行的一名张中士提出要和李中士坐一辆车回去，因为毕竟是在一起共事只是想同行而已况且还有一名没喝酒的下士开车，所以问题不大，那就上车走吧。张中士和李某2个人就一起坐在了后排的座位。然而就在返回部队的路上出现了问题。同坐在后排的张中士初期还是正常的聊天，但聊着聊着，张中士的语言就开始变得轻佻，行为也开始变得很随意，最后竟然试图在汽车的后座侵犯李某。这个李某是猝不及防，所以他遭到了猥亵。在这个过程中，张中士的手就不断的在李某的身上乱摸，胸部和私密部位都遭遇了侵犯，还强行把舌头伸进了李某的嘴里。尽管一再拒绝，却并没有得到对方的理会。最后李某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反抗，在这个反抗的过程中也遭到了对方的暴力殴打。好在李某的一再抵抗之下，才没让对方进一步得逞。开车的下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进行停车查看，也没有任何阻止张中士暴行的举动。但后来可能是因为看到李某的反抗让这个形势变得非常严峻，所以他就把车停了下来。李某马上打开车门逃了出去。这个过程对于李某来说必然是非常恐怖的，可他还是选择回到了部队，精神就在崩溃的边缘，几乎是一夜无眠。总算是熬到了第2天，李某就直接找到了当初组织这次聚餐的卢准尉。毕竟他也是2个人的共同领导，所以这个事儿就报告给你，你就表态吧，怎么处理这个人。这个卢准尉听到之后感觉到非常的诧异竟然还能发生这种事情。那这样吧，这个李中士，咱们
借一步说话。这卢准尉单独和李某说：“哎，这真的就是他的错误啊。但是这种事情啊，一辈子难免要经历一次嘛，啊，没有必要太放在心上。”这李某一听啊，这说的根本就不是人话，所以对这个上司也产生了质疑。那卢准尉又说：“你要是把这件事给闹大了啊，那咱们一起去的人都会因为你一个人而受到惩罚的。”啊，就越说越离谱。李某心想，我都已经遭遇了这种事情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去顾及别人呢？所以在上司面前呢，表现出的态度也是很坚决。那卢准尉又说了，如果你一意孤行，那就扣发1年的工资。那实际上军队里的工资补贴是非常少的，但是已经选择了从军，也就只有这么一个收入来源了。所以这个上司真的是不想让自己把这些给说出去。最后两人也是草草结束了对话。那好在啊，李某对当时的对话进行了录音，之后他为了保留更多证据，顺利的拿到了事发时行车记录仪的资料，交给了空军军警部进行报案。根据韩国军事刑法第15章规定啊，性侵可以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强制猥亵可以判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量刑啊是要比韩国的宪法要更加严厉的程度所以军警部也是很重视部队内部违法行为，在接到了报案之后呢，就马上展开了调查。然而这个调查方式很奇怪啊，因为并不是对被举报人进行调查和采取措施，而是对报案人李某采取了不断的问话，要他回忆当天晚上的细节。那比如说几点上车都聊了什么，几点开始出现异常，哪个手先摸的你，怎么摸的，先摸的哪儿，后摸的哪儿，你是用哪个手抵抗的。对于细节的不断重复的问话来看，感觉并没有想要帮助李某，似乎是想要问出一些破绽来证明他是记错了那种。在李某被调查了很多天之后呢，他们才找张中士了解情况。张中士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当时喝了酒，所以想不起来发生的事情那好吧，你可以走了。那当天开车的夏氏作为在场的第三者的证词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他却说当时开车并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异常就这样，军警部没有给张中士带来任何麻烦，更不用提采取相应措施了，并且他们也没有按照规定对两人采取空间分离。在部队里，李某依然要和侵犯他的人一起共事。就在这种轮番的折磨之下，李某被诊断出患有焦虑症和失眠症，建议治疗休养3个月来稳定情绪，所以他不得不向部队申请了休假。但是在家休养的这一段时间呢，却反而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烦躁，因为他收到了来自加害者张中士的短信，说别等我出手，你干脆自己去死吧。不仅是自己受到了威胁，就连自己的未婚夫也受到了来自部队的骚扰。他的上司卢准尉电话联系到了李某的未婚夫，要求他去做一下李中士的工作，这个让他放弃追责的行为。李某越想越不对劲自己报案非但没有得到公正的处理，反而这种恶势力渗透进了自己的生活就申请从第20战斗机联队调走到15联队，并得到了许可。但此时他的心理问题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哪怕是自己的未婚夫一直陪着他，不断安慰他，而他依旧经常性的彻夜难眠。休假期间，他会经常去部队下属医院进行了22次的心理治疗，但是效果不是很好。4月15日，他给医生发短信表示自己会有轻生的念头。然而4月30日，医院给部队提交的报告却显示李某已经不存在任何问题。2021年5月18日，休假结束，完成了2周隔离的李某来到了新的团部报道。然而刚来的第一天，迎来的并不是新战友们的欢迎，而是各种刁难。虽然所在的团部不同，但原来领导们也给这边进行了授意，目的就是故意针对你。第一天就被安排值班到深夜，那接下来的几天也是需要各种看人脸色，被人训斥和排挤。但他知道被侵犯和威胁的事情必须有一个结果，所以向有关部门询问调查进展，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劝你尽早放弃，不要继续追究，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并且不断暗示他，如果再继续纠缠下去，以后你一天都不会好过的。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自己的家人想一想。这一次让李某彻底崩溃他害怕连累到自己的家人，他也无法面对信仰崩塌的现实。一直都向往的军队生涯，付出了全部的努力成为一名空军，却要遭遇如此的境遇，这种痛苦别人无法感同身受，也让极度焦虑的他钻进了自己内心的那一条死胡同。
2021年5月22日，李某和未婚夫办理了结婚登记，他们成为了一对合法夫妻。两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此，幸福的笑容也绽放在他们的脸上。对于未婚夫来说，接下来就是要和妻子共同迎接新的生活。可对于李某来说，能嫁给最心爱的人已经此生无憾。登记手续办完，李某一人回到了空军基地的宿舍。就在当天下午，李某在宿舍里用手机录制了一段视频，对自己的遭遇和那些试图隐瞒罪行的人进行了最后的控诉，然后选择了当场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切全都被拍了下来。然而，李某的死也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韩国国防部调查人员提交的结论是，这仅仅是一起普通的死亡事件。这李某家属呢，选择继续对张忠士和卢准尉提出控告，但是依然得不到任何有效的调查。直到5月31日，由李某的父亲在青瓦台总统府的网站上发布了请愿书，呼吁揭露事件的真相。他说，女儿从小就向往成为一名空军战士，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自愿参军并刻苦训练，即便是遭遇了威胁和骚扰，也没有想过退出。作为一个部队啊，你们连自己的人都守护不了，还谈什么保卫国家？怎么可以让我们的孩子选择这么孤独的死去呢？于是，在短时间内，这个事情被更多人跟进请愿，事情终于闹大了。韩国国防部长官表示自己也是在事发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得知李忠士去世的消息，2天后收到了第一份报告，但也只是一些概况，并没有提及李某这么做的原因，更不知道此前车里的猥亵事件。直到5月25日，他才拿到了详细的报告。在李某父亲用青瓦台请愿的第二天，6月1日，国防部长下令将本案由空军移交给国防部军事检察团调查，并将调查重点放在受害者李某报案后还受到恐吓威胁的情况，并查清上级是否存在试图隐瞒和包庇的行为，军事警察是否调查不力等多个有问题的环节。这一次效率特别的快之前3个月没有进展的事情，就在下令的第2天就对张忠士实施了抓捕。面对这种强度他也怂了，并承认了指控，还交代了自己在2020年对另一位女士官实施过性侵。并且在这次猥亵事件之后呢，还死性不改，偷拍了多张女兵和宿舍里内衣的照片。其实他的手机里这种偷拍的照片非常多，但是调查的时候却从来没有想过查看他的手机。对于调查进度迟缓和不作为的情况，军警部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因为张忠士将在2021年的8月正式退伍，所以没有采取和受害者分离的措施。而且就算他是加害者，那也是有人权的嘛，所以打击力度就没有那么大，以稳定和教育为主了。2021年6月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出面表示，必须要严肃处理，查清案件缘由。那总统都表态了，开干吧！首先，李某的上司卢准尉和另一名军警部的领导被革职。第2天，韩国空军参谋总长李成龙引咎辞职。但是舆论却并未平息。李某的代理律师除了对张忠士、卢准尉和另外一位干部进行起诉以外，还表示，除了这一次事件之外呢，李某至少还遭到了其他2个人的强制猥亵。等到证据充分的时候，会一并进行起诉。虽然事件闹得这么大，但是以韩国军事法作为对照，对于张忠士和其他人最终的判决说实话也不会太重。也就是说或许李某的这种抉择受到伤害最多的还是自己和家人，这不禁就令人惋惜。所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要多想着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况且你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腐败的系统，不是可以马上就能摆平的。这也是一直以来困扰韩国的一个问题。有人会感觉很诧异，这可是军队那毕竟军人代表的可是一个国家的力量，那怎么可能发生这么恶劣的事情？那只能说你对韩国军队内部风气还不太了解这格局小了。因为部队的上下级等级森严，一般新人入伍的第1年都是非常黑暗的，遭遇前辈的百般刁难基本就是常态，严重也会遭遇部队内部的霸凌，也很容易因为权力地位发生违反人意愿的性关系。韩国国防部公布过一组数据，从2015年至2020年6月，军方共有4936起性犯罪事件被立案为军事刑事案件。这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平均每周发生将近18起性犯罪案件，而且这类的案件受害者不仅仅是女性。
遭遇侵犯的女兵人数是116人，其余的受害者全部都是男性。这4936起性犯罪案件中，只有2173起案件受到起诉，占比44%。海陆空三军对案件最终宣判定罪的，分别只有10%、10.5%和9.4%，平均1成左右，而其他大多数都会被判处缓刑。这调查处置不力、军事警察的无能等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是这类案件屡次发生的原因。发生问题后呢，试图掩盖也是军队特有的习性。而且由于部队内部犯罪具有特殊性，只要当事人双方呢签订了互相谅解的协议，军事法院就会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处罚力度也会相对减轻。所以这种特殊的内部文化就成了各种性暴力事件的温床。韩国的前后辈关系加上这个军队上下级的叠加，注定了这些弱势的人群在这里要受尽欺凌。通过最近的一些韩国新闻，我们也可以看到军队内部最变态的一种文化，就是被侵犯了之后还要对加害者说谢谢。这韩国男生第1年入伍的时候，至少都会经历一些不公平待遇，或者看到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也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军队内部的潜规则，但是又不能逃跑，后果会更严重。索性在新兵时期遭遇的或者是看到的，以后也会转移到下一批新兵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难以打破的循环。这种事情频发，难免就会给韩国的年轻人带来很多压力，也就难免很多人就为了躲过兵役，不惜改国节去拿冠军、去装病等等一系列的操作但作为普通家庭的孩子，你不服兵役，那就会直接被判刑，到了社会也不会被所有人接纳，这也是一种无奈。那至于以后会不会有所改观呢？应该不会因为能改早就改了。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看到最后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大吉。我谢谢你了。